上海这座曾被誉为东方巴黎的国际化大都市，如今却传来了令人心悸的噩耗。根据2024年3月25日发布的《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》，这座中国经济第一城的常住人口在过去一年再度缩水，总人口跌至2480.26万人，较2023年的2487.45万人骤减7.2万人。更触目惊心的是，外来常住人口首次跌破1000万大关，仅剩983.49万人，一年内流失了23.79万人。这不仅标志着上海人口增长的黄金时代彻底终结，更预示着这座城市正滑向人口衰退的深渊。生育率低到令人绝望，老龄化加速如同定时炸弹，经济活力被高昂的生活成本一点点榨干，上海还能撑多久？让我们先看看这组冰冷的数据。2024年，上海常住人口出生仅11.8万人，而死亡人数却高达15.6万人，自然增长率跌至 1.53千分号。这意味着上海的人口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萎缩。相比之下，2023年末的常住人口还有2487.45万人，一年时间就少了7.2万人，这可不是小数目啊！更要命的是，外来人口的流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止不住。2020年，上海的外来常住人口达到峰值1048万人，此后便一路狂跌，2021年1032万人，2022年1006万人，2023年1007万人，到2024年直接跌破1000万，仅剩983.49万人。短短4年，64万外来人口人间蒸发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直接从上海版图上抹去。是谁在逃离上海？答案显而易见，那些曾经支撑起这座城市繁荣的外来务工者。疫情之后，上海的街头巷尾已经很难见到昔日熙熙攘攘的景象。数据显示，过去一年，上海的西方面孔明显减少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甚至出现了罕见的全年负增长。这一切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个残酷的事实：上海对劳动力的吸引力正在断崖式下跌。曾经，这里是无数年轻人追梦的热土，如今却成了他们望而却步的伤心的。如果说外来人口的流失是上海人口危机的外伤，那么超低的生育率就是压垮它的内伤。2023年，三联生活周刊曾报道，上海的总和生育率仅为 0.7， 这是个什么概念？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韩国，2022年的 TFR 也不过 0.78， 而上海竟然比韩国还低，已经稳坐全球生育率倒数第一的宝座。要知道，维持人口稳定的生育率需要达到 2.1， 上海这 0.7 的数字，意味着每一代人都在以惊人的速度自我消灭。为什么上海的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？答案藏在一堆让人喘不过气的数据里。根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的数据，上海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高达 4.9 万元，位居全国第一，比北京的 4.6 万元还要高出一截。再看看房价，根据安居客的最新统计，2024年上海二手房均价逼近6万元每平方米，浦东新区甚至超过8万元每平方米。对于刚到上海打拼的年轻人来说，买房简直是天方夜谭。租房呢？根据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，租房成本占外来人口支出的 40% 至 50%， 一套一居室的月租动辄5-6千元，普通工薪阶层根本负担不起。传统观念里，生孩子最好有自己的房子，可在上海，这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显示，超过 60% 的上海育龄妇女表示，经济负担重是他们不愿生育的首要原因。养一个孩子到17岁，上海的平均成本高达100万元以上，这还不包括教育、
医疗等隐性支出。更别提时间成本了。在996工作制的压迫下，年轻父母连陪孩子的时间都没有，女性更是面临职场与家庭的双重挤压。网友在微博上吐槽，生个孩子等于给自己套上20年的经济枷锁，谁敢生？如果低生育率还只是未来的隐患，那么老龄化的加速就是眼前的灾难。上海是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，早已步入超老龄社会。根据上海市民政局的数据，2017年，上海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已达539.12万人，65岁及以上人口345.78万人，老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 14.3%， 远超纽约 13.5% 和伦敦 12.8%。再往前推，1990年上海死亡人口仅 8.63万人，死亡率 6.74千分号。到2018年，这一数字激增至 12.2万人，死亡率 8.4千分号，累计死亡人口高达225万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只是开始。上海市民政局预测，到2030年，上海户籍人口中 40% 将是老年人。到2050年，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飙升至 44.5%， 超过日本全国平均水平 42.7%， 成为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之一。2024年的 15.6 万死亡人数，已经让上海的墓地价格水涨船高。据新民晚报报道，上海部分墓地单价已突破20万元，普通家庭连死得起都成了问题。网友调侃：活着买不起房，死了买不起墓，上海人真是惨到家了。老龄化的加剧不仅推高了死亡率，还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毁灭性压力。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估算，到2035年，上海的养老金缺口可能高达5000亿元，届时每5个劳动人口就要供养4个老人。这种倒挂的老龄依赖比，别说经济发展，连基本的养老服务都可能瘫痪。外来人口的流失绝不是单纯的人口迁移，而是上海经济失速的缩影。过去，上海靠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蓬勃发展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劳动力。根据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，2020年上海外来人口中，近 70% 从事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。然而，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产业结构调整，这些行业的用工需求大幅萎缩。2024年，上海的 GDP 增速预计仅为 4.5%，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，传统制造业岗位流失超过10万个。与此同时，高新技术产业虽然在崛起，但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却让普通外来务工者望尘莫及。根据智联招聘的数据，2024年上海高端技术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30万元，而普通服务业的月薪却徘徊在5000元左右。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，让低技能劳动力在上海几乎无立足之地，更别提高昂的生活成本了。根据链家网的数据，2024年上海租房价格同比上涨 8%， 外来人口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。人口减少的冲击远不止数字那么简单，它正在引发一场经济和社会的连锁反应。根据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估算，外来人口每减少10万人，就可能导致3万至5万个就业岗位的流失。以2024年 23.79 万人的流失计算，至少有7万至12万个岗位已经蒸发。而如果算上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，未来10年，上海可能面临60万个就业岗位的缺口。这意味着什么？零售、餐饮、物流等行业的萎缩将不可避免。曾经繁华的南京路步行街，如今门可罗雀，商铺关门潮已悄然来袭。更糟糕的是，人口萎缩还拖累了消费市场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
2024年，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.3%，这是近20年来首次出现全年负增长。年轻人不生孩子，老人消费能力有限，上海的内需市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萎缩。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警告，如果这一趋势持续，到2030年，上海的经济规模可能缩水15%至20%，直接威胁其中国经济第一城的地位。别以为这只是上海的悲剧，它其实是中国的一个缩影。生育率暴跌、老龄化加剧、外来人口流失，这些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发酵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3年中国总人口减少208万人，出生人口仅902万人，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纪录。上海的崩溃不过是这场全国性人口危机的第一声丧钟。